你知道吗？当8位在欧美资本圈呼风唤雨的顶级 VC 攥着数亿美金，带着找中国产业短板的心思钻进商务车跑遍中国东部工业带时，他们恐怕没料到自己要面对的不是低成本代工车间，而是宁德时代里12条无人运转的电池生产线，木帆动力3天出样品的供应链，协鑫光电周更迭代的钙钛矿技术。这群习惯用 PPT 估值、回报周期衡量一切的大佬，愣是被中国产业的规模、速度、硬实力按在现场上了一课。回去后连内部投资清单都得大刀阔斧改，这波认知颠覆估计比盛夏的太阳还让人烧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说实话，小编刷到西方 VC 组团来中国考察的新闻时，反应既好笑又解气。好笑的是，这群习惯用估值规模指点江山的资本大佬，到了中国工厂居然像刚进大观园的学生。解气的是，咱们的产业硬实力终于让他们亲眼见识到什么叫降维打击。当商务车开进宁德时代的产业园，这群见惯了硅谷、小而美初创公司的投资人，第一反应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不是他们想象中流水线旁站满工人的工厂，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银色厂房。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人，只有机械臂在流水线上精准作业，无人搬运车沿着轨道穿梭，智能检测设备的红外扫描灯忽明忽暗。2150联合创始人雅各布·布罗后来接受采访时，翻来覆去就说一个词：徒劳。说这话时，那表情活像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他们参观的第一个车间，12条动力电池生产线并行运转，机械臂以每秒 0.5 米的速度完成电芯上料、激光焊接、模组组装，最后经过12道检测工序，合格的电池模组被自动打包送往成品仓库。陪同的工作人员轻描淡写地说，一条线每小时能产200个模组，12条线一天的产能抵得上欧洲一家中型电池厂1个月的量。这话一出，有个投资人当场掏出计算器，按完之后脸色都变了。就这一个车间，一年产能就能突破50G 瓦时，而整个宁德时代的全球产能占比已经快40%。换句话说，全世界每2辆新能源车就有1辆装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。更让他们崩溃的还在后面，到了研发中心，工作人员拿出的不只是当前主流的麒麟电池，还有钠离子电池的中试样品、固态电池的电极材料。钠离子电池明年2季度量产，成本比锂电池低30%，适合储能和低温场景。固态电池2027年能上生产线，能量密度突破400瓦时每千克。当听到这份清晰的技术路线图，一个来自 Extension Capital 的投资人忍不住追问，你们不用做长期可靠性测试吗？不用论证市场需求吗？可得到的回答是，我们研发中试量产同步推进，实验室数据达标后，中试线马上跟进，一边生产一边收集数据，市场反馈实时改，不用等完美数据。雅各布·布罗在车间角落站了半天，后来和彭博社说，以前觉得砸钱建几条生产线就能追上，现在才明白宁德时代的优势不是生产线，是整个系统，从上游锂矿精炼到中游材料合成，再到下游电池回收，还有研发端的材料基因库、定制化设备，这是用10年织的网。你从零开始建供应链就要5年，等你建好，他们又迭代出下一代技术了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你根本追不上。如果说宁德时代靠的是规模碾压，那上海木帆动力就让这群投资人见识到了什么叫中国速度。木帆动力创始人林总拿出的核心产品是一台能兼容氢、氨、天然气3种燃料的燃气轮机，单机功率30兆瓦，热效率45%，专门给工业园区功能。但真正让投资人围着设备追问2小时的不是技术参数，而是怎么做到这么快。林总说，去年3月决定研发这台燃气轮机，最大难题是涡轮叶片，要扛1200摄氏度高温，还得适应不同燃料的燃烧特性，需要特殊镍基合金和非标高精度加工。我把 3D 模型和性能要求发给长三角一家材料供应商，他们当天就派工程师过来对接，3天后就送来了3种不同配方的样品。同时，昆山一家加工厂同步开模，样品到了当天就试加工，1周后就拿出合格的叶片。这话刚说完，有个欧洲投资人当场就急了，在欧洲找供应商沟通要2周。
开模费至少50万欧元，样品交付要3个月，参数不对还得重新来。你们怎么能这么快，成本还这么低？林总指着窗外的产业园区笑了，因为我们身后是随时待命的供应链，长三角有上万家专精特新企业，做材料的、做加工的、做检测的，他们不是被动接单，是主动配合。材料供应商主动给3种配方试错，因为他们知道帮我们快速迭代，他们也能拿到后续量产订单。这种共生关系在欧美根本找不到。那个欧洲投资人后来在笔记里写道，以前以为中国优势是低成本劳动力，现在才明白是供应链平台化能力。无数中小企业像乐高积木，能快速组合调用，把一个想法从图纸变成样品再到量产，周期是欧美的1/3，成本是1/5。这种群体加速比单个企业技术突破更可怕。行程最后一站，昆山协鑫光电给了他们最后一击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，全球能源界都认定是下一代光伏革命。实验室效率超33%，成本比晶硅低50%。但在欧美，这玩意儿还停留在实验室，材料稳定性、大面积制备、量产良率，每个难题都要数年攻关，商业化至少要到2030年。结果，协鑫光电董事长范斌轻描淡写一句话，让全场投资人瞬间沉默：我们钙钛矿原型迭代以周为单位。从实验室到中试线以月为单位，今年4季度就能1吉瓦量产，成本每瓦0.3美元。在生产车间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小作坊式实验设备，而是500米长的柔性钙钛矿薄膜生产线。玻璃基板经过清洗、镀膜，钙钛矿层沉积、封装，最后切成1.2乘2.4米的组件，自动化率95%，良品率85%。有个投资人忍不住问：你们就不怕技术路线错了？投入这么大，不担心亏损吗？范斌的回答很实在：第一，国内有大量分布式光伏项目愿意试点，哪怕初期成本稍高也能接受。第二，昆山有钙钛矿专项基金，不仅给钱，还帮对接上下游。第三，中试线投资1.5亿人民币，比欧美少一半，错了调整也快。我们是以产代研，用市场反馈倒逼技术迭代，不像欧美那样先论证再动手。1周行程结束，这群投资人晒黑了一圈，心情也沉了一圈。彭博社后来报道称，他们回去后开了一场又一场复盘会，最后拿出了一份不投资清单，把那些被中国产业优势覆盖的领域全从投资地图上划掉了。这哪是考察报告，分明是给西方资本的投降书。说实话，小编看到这份不投资清单时一点都不意外，毕竟亲眼见过宁德时代的规模、木帆动力的速度、协鑫光电的迭代，再傻的资本也知道这些领域根本没法跟中国竞争。这份清单没公开，但从投资人的采访、彭博社的报道里，能把里面的内容猜得8九不离十。总结下来就3类：跟中国比成本、比规模、比供应链的领域全别碰。首先被划掉的是电池制造及上下游全产业链。Extenture Capital 合伙人亚尔里姆在内部会议上说的特别直接，电池领域游戏结束了。这话不是说西方完全没机会，是正面竞争没机会。2025年中国动力电池平均成本60美元每千瓦时，欧洲本土制造至少120美元，就连美国给35美元每千瓦时补贴，成本还是比中国高25%。更要命的是规模，宁德时代一家年产能超300G 瓦时，相当于全球其他所有电池厂商总和。比亚迪、中创新航还在扩产，2026年中国全球产能占比要超80%。有投资人算过一笔账，欧洲一家电池初创公司研发出五谷电池，实验数据不错，等他们完成小试，宁德时代已经量产五谷电池，成本还低20%。等欧洲建中试线，中国又推出钠离子电池，你永远在追，永远慢一步。亚尔里姆说，更别提产业链控制权，全球85%锂精炼，70%钴加工，90%石墨提纯都在中国。欧洲想建本土产业链，光锂精炼厂就要从零开始，而中国已经在锂矿产地建了海外精炼基地，原材料成本比欧洲低30%。你投资的欧洲电池厂买材料要从中国进口，买设备要从中国进口，最后电池还比中国贵，怎么活？所以他们决定，所有欧洲、北美电池制造初创公司，不管技术多亮眼，全部投。不是技术不好，是商业模式死路一条。跟中国玩成本战、规模战，就是以卵击石。第二类被划掉的是太阳与风能核心硬件制造。光伏产业的中国逆袭早就不是新闻了。2010年，
欧美占70%市场，2025年中国占80%，全球85%逆变器，90%支架都是中国制造。这次协鑫光电的钙钛矿量产计划更是让投资人意识到，历史不仅在重演，还在加速。西方光伏企业还在为晶硅电池效率突破26%欢呼，中国已经推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，实验室效率33%，量产28%，成本低50%。风能领域更不用提，中国风机占全球60%制造份额。金风科技、明阳智能已经量产16兆瓦海上风机，单机年发电量8000万度，造价1.2亿元。欧洲西门子、戈美萨主力机型还是11兆瓦，16兆瓦要2027年才量产，成本2亿欧元，是中国的1.5倍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因为中国有完整重工业体系。第三类被划掉的是氯氢电解槽设备，氯氢是零碳热门，电解槽是核心设备。欧美资本2024年砸了50亿美元进去，但这次中国执行后，投资人对这个领域彻底冷了心。他们在长三角参观了一家中国电解槽企业，年产1吉瓦碱性电解槽生产线，效率76%，成本300美元每千瓦。欧洲领先的电解槽初创公司，效率72%，成本600至800美元每千瓦。为什么差这么多？因为中国供应链太卷了。企业负责人说，电解槽电极成本是欧洲的1/3，隔膜是1/2，一条生产线年产量抵欧洲所有企业总和，单位成本自然低。更让他们慌的是中国的政策支持，氯氢项目每公斤补贴2元，还能接0.3元每度的绿电，欧洲补贴只有0.5欧元每公斤，电价是中国2倍。中国企业能以价换量，快速占领市场。欧洲初创公司做高成本 PEM 电解槽，既没规模又没成本优势，活不过3年。整体看下来，小编觉得这群 VC 的中国行，与其说是考察，不如说是醒脑，让他们明白世界已经不是资本说了算，而是产业硬实力说了算。你有再多钱，没有完整的产业链，没有快速的供应链，没有庞大的市场，也造不出便宜好用的产品。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现在最擅长的。小编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西方资本认清这个现实，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的资本逻辑都得靠边站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